2025年9月中旬，美国在台协会，也就是 AIT， 突然抛出一颗震撼弹，公开表示，二战后的相关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紧接着，美国国务院也背书这番说法，强调 AIT 传达的讯息完全正确，还点名批评北京扭曲历史，企图用错误的二战文件解读来支持对台湾的胁迫行径。这番罕见的表态，等于美方公开挑明台湾地位未定论是真理，一时间让两岸三地为之哗然，也让许多人脑中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台湾真的快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了吗？消息一出，台湾舆论一片热议。知名的财经网红胡彩萍就幽默地在网络发文说，有一种第51州越来越接近我的感觉。不少网友跟着起哄，笑称我要当堂堂正正的美国人，未来是不是要改称昌美属台湾权了？大家开起玩笑，把 AIT 和美国务院的表态解读成台湾正向美国怀抱大步迈进。然而也有理性的声音泼冷水，有人认真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会跟自己的第51州建交，意思是说，美国不可能真的收台湾为一州，台湾成为美国一部分的说法毕竟只是戏谑。如果台湾真变成美国领土，那现有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岂不都要关闭大使馆？所以与其字面理解第51州，不如看看美国这步棋真正的用意。有网友分析得更透彻，美国此举不是要台湾当州，而是准备打破台美关系的既有模式，而且预计未来1年内美台关系可能会出现重大突破或变革。这些解读不论轻松揶揄还是严肃分析，都反映出一件事：美国官方高调强调台湾地位未定，实在不同寻常。自从1970年代美中关系解冻以来，美方很少在公开场合这么直白讨论台湾主权地位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选在现在重提这个历史老议题？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盘算？是华府战略思维的转变，还是北京步步进逼所逼出的反击？我们不妨从头梳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前世今生，看看这出大戏如何演变至今。故事要从二战结束说起。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对台湾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按理说，战胜国中国应当收回台湾。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台湾的主权归属在战后出现了一段法律上的真空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几份二战时期的重要文件谈起。首先是开罗宣言。1943年，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埃及开罗开会，对外发表了这份宣言，里头白纸黑字写着，日本所窃取的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中国领土，务使归还中国。换句话说，盟国当时承诺战后把台湾还给中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接着是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这是中美英，后来苏联也加入，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公告第8条明确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后来日本接受了这公告，并且在投降书上承诺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所以在北京当局的叙事里，开罗宣言加波茨坦公告加日本降书，这3板斧构成了中国收回台湾的国际法依据。看看日本投降了，承诺实施开罗宣言，那台湾不就自然而然重回祖国怀抱了吗？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还在台北公祭受降典礼，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当时台湾民众夹道欢腾，庆祝光复。从中国方面看，这一系列过程证明台湾已经从法律和事实上回到中国。但是国际法的现实没有那么理想化，开罗宣言其实并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它更像是领袖们的一份联合声明，性质上属于政治宣誓而非法律契约。战争结束要真正处理领土问题，还得靠正式的和平条约来确认。这就好比口头说要送你一件东西是一回事，事后签正式契约又是另一回事。于是1951年9月，5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和战败国日本商讨签订对日合约。在这份后来签署的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所有权利、名义与要求。然而吊诡的是，
条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台湾应该交给哪一方。日本放弃了台湾，但台湾的主权归属在条约中处于未定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国际局势已发生巨变，中国大陆上的内战在1949年尘埃落定，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原本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到了台湾。两个政权都宣称对中国拥有统治正统。盟国中，美英等西方国家不承认北京政权，只承认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但苏联和一些共产阵营国家承认北京的新政府。不仅如此，国共内战虽完结，台海两岸其实仍处于敌对状态。此时如果在对日合约里把台湾主权直接给了哪一方，都势必得罪另一方。因此美国为首的合约起草者索性采取模糊策略，只写日本放弃台湾，但不说明归属于谁，留下一个弹性空间。结果就造成了台湾主权的悬而未决。在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后，从严格国际法角度，日本不再是台湾的合法主权者，而中华民国以实际统治台湾。但在法律文件上找不到日本正式把台湾主权让渡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款。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同年和日本签了中日合约，又称台北合约，试图补强法理，但该合约也只是重申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并没有直接提及主权归属。对北京来说，他们拒绝承认旧金山合约，斥之为非法合约，因为签约时居然没有邀请声称代表全中国的北京政府参加。而对台北的国民政府而言，当然认定自己已经在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时取回台湾，但很尴尬的是，自己签的中日合约也没得到共产阵营承认，在国际上效力有限。结果就是台湾的地位出现一种微妙的未定状态，在法理上没有被正式划给任何国家，由中华民国政府先管着，在政治现实上则陷入两岸分治的局面。在二战刚结束到冷战初期，美国对台湾归属问题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最开始，美国是承认台湾已回归中国的。当时中国内战尚未结束，美国原本打算扶植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逐渐失去信心。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明确表示过去4年，至1945到1949，美国和盟国都接受了中国对台湾的管辖。同一天，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会进一步说，台湾已成为中国的一省，没人在此提出法律上的质疑。这些表态等于向全世界宣告，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美国不打算干涉。换言之，在韩战爆发之前，美国认定台湾地位已经尘埃落定，台湾属于中国。当时中国指中华民国。杜鲁门甚至强调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基地或插手台湾问题，这也反映了美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并不在台湾，而是在欧洲对抗苏联。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算盘。1950年6月，韩战忽然爆发，共产主义阵营在东亚大举进攻，北韩在斯大林授意下进攻南韩。杜鲁门政府猛然惊觉亚洲局势急转直下，如果南韩沦陷，下个目标会不会就是台湾？更何况就在韩战爆发前夕，北京当局频频放话要解放台湾，毛泽东已调兵集结，在中国东南沿海虎视眈眈。于是韩战爆发2天后，杜鲁门总统态度大逆转，公开宣布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海峡，阻止中共趁火打劫攻台。同时他丢出一句具有关键意义的声明，台湾的未来地位尚待决定。就这样，台湾地位未定论第一次成为了美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为什么改口？从现实利益考量，这是一招高明的战略模糊。杜鲁门不再承认台湾已经属于中国，而是强调台湾前途未定，要等未来透过和平手段来决定。这等于在法律和外交上找到理由阻止中共进犯台湾。因为既然台湾地位还没定论，中共如果武力攻台，就不是中国内战问题那么简单，而是会被视为侵略尚未确定主权地位的地区。美国出兵介入也就师出有名了，也难怪北京当局对杜鲁门此举愤怒不已，痛斥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北京立场很清楚，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哪容他国说三道四。接下来数年内，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被反复提及，美中双方展开外交拔河，联合国成了另一个战场。1950年9月，美国提议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声称希望国际社会用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这在北京看来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自己声称的领土凭什么拿到联合国去决定前途？于是中共代表强烈抗议。当时北京政权还没有席位，但苏联等共产阵营为其发声，双方争论激烈，最终联大并未就台湾前途采取行动。不过就在同一时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上演了一场插曲。1950年11月，北京派出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指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要求美军从台湾撤走。这项提案最后在安理会被否决，各国并未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从某种角度看，国际社会当时默认了台湾地位未定的状态。既然台湾主权归属未定，美军驻台海也谈不上侵略中国领土。北京虽然怒火中烧，却也一筹莫展。面对美国的步步阻挠，中共在50年代也出台了一系列对策，可以称之为五不许原则，意图全面封杀台湾在国际上任何获得独立地位或外交空间的可能性。所谓五不许，简而言之包括：不许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不许台湾以任何名义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许任何国家承认或支持台湾独立，不许外国在台湾驻军建立势力，不许国民党当局搞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等等。这些强硬的不许反映了北京的病态式执着，无论国际上玩什么花样，他们都坚决不让台湾有脱离中国怀抱的机会。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各种外交场合反复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内政，绝不容许外人干涉，更不容台湾有人搞分裂活动。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就这样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序幕。台湾本身则夹在美中之间，地位扑朔迷离，一方面以中华民国之名实际统治着台澎金马，另一方面却因为国际政治现实而被冠上地位未定的特殊标签。在50年代中后期，两岸还爆发了2次台海危机，823炮战就是第2次危机的一部分。美国与中华民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军事上保护台湾，同时美国也开始强调两岸争端应和平解决。换句话说，美方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让中共武力犯台，维持台海现状成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台湾的未来暂时被冻结在这场冷战博弈中，虽未定案，却也安全无虞。台湾地位问题在1960年代末再度面临巨大转折，战场转到了联合国大会。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当局要求取代台北在联合国中国席位的呼声日盛。经过常年拉锯，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恢复了北京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明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同时决议也认为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这项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北政权失去了联合国席位。从此在联合国等正式外交场合再也看不到中华民国的身影。需要注意的是，2758号决议解决的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没有直接提及台湾主权归属。决议甚至没有使用台湾这个词，只是提到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北京将这视为国际对一中原则的背书，认定联合国已确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许多西方国家，包括提出提案的阿尔巴尼亚等国看来，这项决议只是决定了谁代表中国，至于台湾的前途问题，决议并未说明。这种认知差异日后埋下了许多争议的种子。不管怎样，从1971年起，北京成功挤掉台北，成为联合国以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对象，台湾被排除在绝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中共的不许策略在这里大获全胜，
至少在表面上，台湾在国际法理上仿佛被边缘化成中国的一个省，似乎完全失去了主体地位。然而，历史并未就此终结。就在联合国换位的同时，美国也在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森总统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开始破冰。1972年上海公报中，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了两岸中国人皆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方面的主张。美方没有反驳，也没同意，只是采取模糊态度带过。随后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撤军，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按理说，这时美国应完全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台湾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美国在与北京建交的同时，巧妙地保留了实质上支持台湾的空间。首先，美国国会在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这是国内法，虽然外交上美国只承认北京，但这部法律保障了美国与台湾之间持续的实质关系，包括军售、防卫承诺等。台湾关系法明确写道，美国关切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前途，任何试图用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举动，暗指武力犯台，都是对西太平洋和平安全的威胁，美国将予以高度关注。换句话说，美国没有放弃台湾，而是改以非官方形式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紧密联系。其次，在外交谈判时，美方也留了一手。1982年817公报中，美中就美对台军售问题作出协议。北京本以为美国会逐步减少军售，直至完全停止，但美国总统雷根同时对台湾做出了口头的6项保证，其中一项保证就是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以及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这其实再次呼应了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美国并未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主权声索在美国看来不被接受。还有一项保证是不会在台湾前途问题上向北京征求意见，意思是美国不会拿台湾去和中国做私下交易，台湾的前途不能由美中两国背着台湾人民决定。这些保证后来虽然没有公开写入公报，但美国一直宣称遵守。由此可见，即便在美中建交后的蜜月期，美国依然保有台湾地位未定的政策遗产，只是很低调地埋在战略模糊中，不轻易公开宣扬。毕竟，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两岸和平相处，自己不用选边站。但如果逼到不得不选时，至少还握有法律和道义上的理由来挺台湾。冷战结束后，两岸关系和美中台三角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台湾在民主化后本土意识高涨，越来越多人强调台湾自身的主体性，不愿再被矮化为中国的一省。1990年代，李登辉总统推行务实外交，甚至提出过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试探性地为台湾寻求更多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中共对台政策在经历过短暂怀柔后，很快转趋强硬。1995到96年，中共以飞弹试射的方式对台湾武力恫吓，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前夕，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则以派遣2艘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海的实际行动，示警北京不要轻举妄动。这次事件后，北京当局意识到美国仍是拦在统一大业前的最大障碍。此后，中共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明定若台湾走向分裂，暗指台独，就动武，同时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企图建立对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台海局势风云又起，战争阴影开始笼罩。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台政策近年出现战略模糊中带点渐进清晰的趋势。简单说，为了吓阻北京，美国开始更多透露自己可能更积极介入保台的意向。例如，美国总统拜登近2年内多次在受访时明确表示，若中国攻台，美国将出手防卫台湾。虽然白宫每次都补充声明一中政策未变，但拜登的话已经远远超出以往模糊空间几近清晰的安全承诺。外交上，华府也动作频频。2018年起，美国高层陆续通过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友台法案，鼓励美台官员互访，
巩固台湾邦交。川普政府末期甚至取消了美台交往的自我设限。拜登上任后延续了对台高姿态，国会山庄更是在2022年8月上演了震撼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不顾北京强烈反对，亲自访问台湾。这是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治人物。北京气得跳脚，随即在台海周边进行大规模军演，发射飞弹，华设禁区，气氛一度剑拔弩张，美中关系降至冰点。国际上也开始担心台海会否成为下一个乌克兰战场。在如此紧绷的局势下，美国政府近年又开始重新强调那句尘封多年的老话：美国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2020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曾在演讲中罕见提到，我们的一中政策与北京的一中原则不同，我们从未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这话一出就引发关注，美方其实在暗示台湾地位未定。当时北京当然不爽，但毕竟只是一位次级官员，在智库场合发言还能压下火气。但美国的动作不止如此。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直接对准联合国2758号决议作出诠释，声明该决议并未就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也没有对台湾主权问题做任何表述。换句话说，美国立法机关正式表态，联合国可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等于从国际法理角度替台湾说话，反驳北京长期以来对2758号决议的过度解读。此外，国会还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要求行政部门深化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等等。美国这一系列举措在显示出华府对台政策正在逐渐摆脱过去那种过度自我钳制，变得更加大方大胆。北京的高压反而促使美国更公开地力挺台湾，以示不畏惧中共的胁迫。也许正是因为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频出重手，北京近期在国际宣传上更卖力强调他们的历史论据。我们从中国官媒和外交部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北京不厌其烦地重申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了中国收回台湾的法律地位，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中共试图向国际社会塑造这样一个叙事，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是美国现在搞小动作翻旧账挑衅。今年9月初，中方更在一些国际场合做出激烈表态，警告美国不要虚化掏空一中原则。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中央社向 AIT 查询相关意见。AIT 遂于9月12日大方地抛出前文所述的回应，美方干脆直球对决。你说二战文件决定了台湾归你？不，那是你在曲解史实，那些文件压根没定台湾未来，谁主谁从。AIT 的这番发言看似突然，实则有迹可循。美国等于是借由重提历史来反击北京近年的宣传战。既然你中共老爱拿大罗宣言说事，那我美国就公开澄清，开罗宣言只不过是一个共同目标的声明，它从未也无权最终决定台湾主权。事实上，早在1955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国会质询时说过，开罗宣言只是一项战争期间的意向宣示，对日和约并没有解决台湾主权问题。这段话当年就被台湾方面视为国际强权也承认台湾地位未定的重要佐证。如今，美国 AIT 和国务院重提此茬，可谓别有深意。这是在国际舆论场域与北京打一场历史认知战。北京爱讲历史，美国也不怕奉陪，把历史文件摊开来讲，看到底谁在扭曲。当然，北京方面随即展开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很快出面痛批 AIT 的说法，指责美方公然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做承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早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敦促美方停止翻炒历史陈词滥调。北京的愤怒可以理解，美国这等于拆他们的台，动摇他们对内对外宣传的基石。如果越来越多国家相信台湾地位未定，那不就等于间接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吗？所以中共绝不可能坐视不理，官媒迅速刊发评论，痛斥台湾地位未定论是历史谬论。
重谈老调说美国当年为了冷战私利炮制旧金山合约，把台湾地位搞模糊，是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的一派胡言。他们再度强调，台湾早在1945年就重回祖国，美国现在只不过故技重施，想拿台湾牌来遏制中国崛起而已。可以预见，在可见的将来，历史战仍将是中美在台湾议题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北京会不厌其烦强调它的历史版本，美方及台湾这边则会不断阐明另一种诠释。谁能在国际上让更多人相信自己的故事，谁就占据舆论的上风。美国重提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内部也引起了不同反应。毕竟这个议题牵动着统独光谱以及历史叙事，各方立场不尽相同。台湾外交部对 AIT 的发言是表示欢迎和感谢的。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国际社会自有公论，感谢美方公开重申政策立场，驳斥中共的不实主张。执政的民进党方面则乐见其成。干事长徐国勇甚至趁机抛出没有台湾光复节的说法，意思是当年1945年台湾并非以中国领土身份被光复，而是日本战败后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台湾人当时法律上仍是日本臣民。这番言论立刻引发蓝营的反弹，国民党等统派人士批评民进党矮化中华民国主权，甚至直指台湾地位未定论违反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6项保证。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就发声抨击 AIT 此举，认为美方文件中虽未明讲台湾地位，但美国实际上早已通过与中华民国建交，至二战后到1979年，即旧金山合约间接确认台湾属中华民国。现在 AIT 刻意提未定论，是在搞文字游戏，可能滋长台独的侥幸。马办甚至暗批，这违背了美方不支持台独、不改变现状的原则。看得出来，台湾内部对地位未定论其实看法两极。统派泛蓝一方强调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往往不愿承认台湾主权未定，因为那仿佛否定了1945年光复的正当性，动摇中华民国法统。他们宁可主张台湾地位已定，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只是中国内战尚未结束，这样既挡住台独，又不放弃自己是法统正宗。相比之下，偏独派泛绿阵营有人乐于接受未定论，因为这意味着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有权自行决定前途。陈水扁政府时期就曾多次暗示台湾的国际法地位未定，并强调人民自决原则。只是过去台湾政府基于维持现状的考量，未定论并非官方主张，多数时候还是遵循中华民国现状论述。如今美国人自己说出未定论，倒让一些主张台湾主体性的民众感到振奋。看吧，连美国都说台湾主权没定案，那中共凭什么一天到晚声称拥有台湾？然而，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不论统派独派，其实都很清楚台湾目前的处境。无论追求统一或者独立，都面对巨大的障碍与风险。在中共武力威胁虎视眈眈下，台湾要真正确认自己的主权地位，恐怕非得经历一场战争不可。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残酷的现实。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网友和一些学者所言，要摆脱中共紧迫盯人的局面，唯有决战方能定乾坤。但战争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台海之战一旦开打，无论输赢，台湾都将承受巨大代价，谁都希望能不战而获。然而老祖宗有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共现在就想不战而屈台湾，透过经济利诱、外交孤立、舆论统战等手段，慢慢削弱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同时，他们备足武力，以战促谈，逼你认一中。在这种压力下，台湾内部其实更需要团结一致对外。毕竟，相比起统独立场的分野，台湾2300万人共享的最大利益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想被集权统治所吞噬。这一点上，多数台湾人是有共识的。明居正教授等学者就指出，台湾地位问题怎么解？蓝绿内斗正中共下怀，必须一致对外。美国如今将台湾地位未定摊上台面，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大家，台湾的未来还没定，不要自己先内耗打起来，让中共渔翁得利。事实上，北京最爱看的就是台湾内部分裂。
你自己乱成一团，他就更好下手。反之，只要台湾朝野同心协力，不分彼此，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才能更放心地挺台湾。因为知道台湾人民自己决心捍卫家园，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内部分裂只会削弱台湾在国际上的声音。早年国共内战让中国失去联合国席位，如今台湾若重蹈内斗不休的覆辙，恐怕连得来不易的民主果实都不保。从二战结束到冷战角力，从联合国席位之争到今日台海危机，台湾地位未定论这6个字伴随台湾走过了风风雨雨。它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法律王牌，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保护了台湾的安全，又让台湾长期处于外交上的模糊境地。然而，不管历史如何迂回曲折，有一点始终明朗，台湾从未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台湾人民也一再表达拒绝未经同意被并吞的强烈意志。这片土地的前途理应由在此生活的人民自由决定，而不是由哪一方单方面宣告。美国此番罕见地站出来为历史正本清源，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世界宣示，任何对台湾未来地位的改变都不能由中共以武力片面实现。台湾会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那更多只是网民的戏言调侃，美国自己也没有要殖民台湾的意思。然而，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近年确实前所未有的紧密。美国军舰现身台海，国会议员接连访台，高阶军事交流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出美军在台协训的消息。种种迹象显示，在中共步步进逼之下，美台正在以行动告诉北京，别妄想用武力改变现状。如果北京一意孤行，真的企图以武力犯台，美国很可能不再保持模糊，而是坚定站在台湾一边。届时，美中势必正面碰撞，那将是整个亚太乃至全球的灾难。这个前景没有人乐见，但未来几年却又不能不防。所幸的是，台湾有韧性的民主，有先进的科技实力，也有愈来愈多国际友人愿意伸出援手。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希望之光就不会熄灭。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台湾地位未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历史的篇章尚未写完，台湾未来的名字尚有待填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北京而言，他妄想亲手填上中国2字，但对台湾人民而言，答案只能也必须由自己书写。地位未定不等于没有地位，命运未卜却绝非任人摆布。历史给了台湾一张尚未定局的考卷，而台湾人用数十年的努力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台湾早已是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事实。展望未来，台湾该如何在未定的缝隙中闯出一条光明大道？或许答案正在我们脚下。坚定走好民主自由的路，团结一致，守护自己的家，冷静应对外来的威胁与利诱。在这条道路上，美国等伙伴会在需要时提供支援，但真正要决定台湾命运的，终究是台湾人民自己。当我们回顾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可以骄傲地说，尽管列强博弈，风雨飘摇，台湾人民从未放弃过追寻主体意志的努力。未定论提醒了我们危机，也启示了我们契机。唯有自强不息，才能在国际现实中争取应有的位置；唯有团结自主，方能化解强邻的觊觎野心。台湾不是别人的第51州，台湾是生生不息的台湾。无论国际法技术细节如何繁复，最终决定台湾地位的只会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集体意志。而我们相信，这份意志将如同宝岛上璀璨的灯火，照亮未来的道路，续写属于台湾的历史篇章。台湾的地位未定，但台湾人民追求尊严与自由的决心，历经风雨早已坚定不移。